你知道就在于他把恐惧变成了每个人的社会责任。你不仅要管好自己的嘴，你还得为你所有的亲人负责。是，在这种压力下，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就开始瓦解了。而像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洞察，就在于它指出了文字狱最核心的特征——彻底的任意性。就是我刚才说的，你根本不知道红线在哪。完全不知道。研究分析了3个原因。第一，汉语本身就有很多模糊和多义的表达。
第二，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就有用诗词借古讽今来委婉表达政治看法的传统。对，这个传统很深。但最关键的是第三点，最终解释权完完全全掌握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全凭他的主观判断。研究里管这个叫皇权主观性的制度化。哇，这词儿有点绕。说白了就是皇帝的心情和他的猜疑本身就成了法律，而且这还成了一套制度。我明白了。是的，这就意味着任何文字在理论上都可能被解读成反动的。这种不可预测性才是最深层恐惧的来源，因为你做什么都可能是错的。那最好的自保方式就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对，生活在那种环境下，我简直无法想象，你每天说的话、写的日记都可能给你带来杀身之祸。那么当时的社会，尤其是那些读书人、地方精英，他们是怎么应对的？总不能都沉默吧？他们的确是沉默了，或者说选择了退缩。研究提到，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地方乡绅开始大规模地焚烧自己和朋友之间的通信、谈话记录。天哪！主动减少社交，避免说多错多。在写作上，大家也纷纷转向，不去碰那些可能涉及现实的话题，而是埋头去做考究、训诂这种就是纯粹的固执堆里的学问，因为那最安全。这听起来是一种集体的无声的抗议，但也是一种无奈的自保。那么这种退缩有没有在数字上留下痕迹呢？这正是研究的第一个关键发现。研究者用了一个指标，叫做有声望之士的数量。有声望之士，对，也就是那些在学术、艺术、文学这些公共领域有所成就、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数据显示，在那些经历过文字狱的府县，16到30岁的年轻人里，后来能成为有声望之士的数量暴跌了36%，下降了超过1/3，这也太惊人了。这几乎等于说，一整代人里最有潜力的那些大脑，那些本可能成为思想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的人，都因为恐惧而选择了一条更安全但也更平庸的路。可以这么理解，政治高压直接扭曲了年轻一代的职业选择和人生抱负。但除了衡量个人，研究还用了一个更巧妙的指标来观察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个指标就是地方慈善机构的数量。等一下，为什么是慈善机构？这听起来跟文字狱没什么直接关系啊。这正是这个研究设计的精妙之处。你想啊，办一个慈善机构，比如说粥厂、孤儿院，需要什么？需要钱，需要人。对，需要一群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愿合作去帮助和自己不相干的陌生人。这背后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社会资源。研究里称之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合作规范和网络。而且这些慈善机构在当时是小规模的、非政治性的，官方甚至还挺鼓励。我明白了。所以如果连这种官方都支持的做好事的组织都变少了，那就不能赖政府直接打压。没错，而很可能是社会本身出了问题，人们不愿意再出头，也不愿意再和陌生人合作了。完全正确。而数据恰恰证实了这一点。研究的核心发现是，一个府县在第一次经历文字狱的冲击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当地慈善机构的数量平均下降了38%，又是一个接近40%的跌幅，这太说明问题了。是的，研究报告里有一张动态图，非常直观。在文字狱发生前，受影响和未受影响的地区，慈善机构的增长趋势是平行的，大家都在变好。但事件发生之后，受影响地区的增长趋势立刻就趴了下去，和另一条曲线的差距在接下来的40年里越来越大，最后稳定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所以说，社会信任的崩塌不是一瞬间的，而是一个缓慢持续的内出血过程。说得太对了，内出血这个比喻很形象。好了，一个发生在18世纪的政治事件，导致了当时公共生活的凋零和社会信任的下降。到这里，作为一个历史研究已经很完整了，但这份研究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他把这条线一直拉到了今天。300年前的伤疤，怎么会到现在还在疼？这就进入了研究最令人惊叹的部分。
研究者像侦探一样追踪了一条长达200多年的证据链。第一个环节就是教育。教育，对，时经快进到20世纪初，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非常落后，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地方社区自己集资、自己组织来办学，而这恰恰是最需要社会资本的地方。需要大家有信任感，愿意为了公共利益一起出钱出力。正是，研究发现，在那些历史上经历过文字狱的地区，20世纪初在那里接受教育的人，成年后的识字率要比其他地区整整低了5个百分点。5个百分点？你可能觉得5个点不多，但你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平均识字率大概只有15%左右。哇哦！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差距。哇，这个设计太聪明了，这就像是用历史的潮起衰落来做了一次对照实验。没错儿。但故事还没完，研究还发现，在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基础教育的责任又一次被下放到了地方社区。你猜发生了什么？让我猜猜，那个识字率的差距又回来了。完全正确，它又重新出现了，这个消失又重现的模式，就像一次精准的历史实验，强有力地证明了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社会资本。当公共服务需要地方自发合作的时候，那些历史旧伤就立刻暴露出来。而当有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比如中央政府来提供一切时，这个伤疤就被暂时掩盖了，但这并不代表它愈合了。这个发现真是太有力了，它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历史创伤的代际传递机制。那么这条链条的最后一环，也就是对我们今天的影响，又是什么样的呢？研究直接用了当代的社会调查数据，去看那些历史上受影响地区的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结果发现，这些地区的人们今天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度显著更低，他们更不容易相信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这非常符合直觉。但有没有更有趣的发现？比如，他们是对所有人都更不信任吗？问到点子上了。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虽然他们不信任陌生人，但他们对自己家人的信任度和其他地区的人没有任何差别。这就揭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政治压迫破坏的不是所有的信任，对，而是维系一个现代复杂社会运转所必须的那种对陌生人和公共规则的普遍信任。它好像在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向人们传递一个生存信号：外面很危险，只有家人靠得住。对，这个信号的潜台词就是，在一个不可预测的环境里，最理性的生存策略就是退回到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核心的小圈子里。我们常说的关系文化，可能就和这种历史记忆有深刻的关联。它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更广泛的公民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基础。好了，我们已经把这条因果链的每一步都梳理清楚了，从文字狱到社会资本流失，再到教育水平，最后到今天的社会信任。那么这一切最终会如何体现在政治层面呢？这是最后的所以呢，也是整个研究最核心的落脚点。所以，如果一个地方的人们普遍不信任陌生人，更倾向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生活，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对公共事务会更冷漠？研究的发现完全支持这一点。数据显示，在那些受影响地区的人们，政治效能感，也就是他们相信自己能影响政治的程度，要显著更低。他们更倾向于同意像我这样的人无法影响政府决策，同时他们也更少参与社区委员会的资源服务，或者为社区的公共事务建言献策。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局面：人们不信任陌生人，政治上也很冷漠。那这不就恰好是专制统治最喜欢的社会状态吗？没错，这是否意味着在几百年的潜移默化中，他们反而变得更能接受，甚至更支持这种统治了？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推断，但研究发现了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反的答案。通过一项匿名的 online 政治观念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地区的人们反而更不认同那些为专制辩护的说法。比如说，他们更不倾向于同意西方式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这样的观点。等一下，这太矛盾了。他们一方面在行为上表现得更疏离、更冷漠，
这客观上有利于专制统治的维持。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思想深处反而更不认同专制的理念。这要怎么解释？这正是这个研究最深刻也最令人深思的悖论。长期的政治压迫并没有成功的让人们从思想上爱上专制，但它却非常成功的系统性的摧毁了人们组织起来，去反抗或改变专制的可能性。它从根本上侵蚀了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意愿。我明白了，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第一步，专制通过高压手段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让社会变得原子化。对。第二步，一个原子化的、缺乏信任的社会，人们很难组织起来进行有效的集体行动，来争取制度上的改变。甚至还有第三步，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可能会觉得，既然我们谁也信不过，自己也组织不起来，那还不如有一个强大的、能提供最基本秩序和公共服务的专制政府来管理一切。于是，专制统治通过削弱社会这种方式，反过来为自己的被需要和长期存在创造了条件。这就完美地回应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阿伦特的那句话：孤立是暴政最坚实的统治基础。我们来完整的回顾一下今天这条令人唏嘘的逻辑链吧。我们从300多年前清朝的文字狱出发，看到了它如何像病毒一样迅速侵蚀了当时的公共生活，导致地方慈善活动的衰退。这种信任的缺失又如何像一种遗传病，通过影响20世纪的教育机会代代相传，并最终在今天体现为更低的社会信任感和一种矛盾的政治心态，内心不认同，但行为上却很疏离。是的，这项研究清晰地展示了一个政权是如何通过系统性的削弱社会本身，来反过来巩固自身统治的。就给我们也给你留下了一个非常沉重但又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去继续思考。如果一个国家在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创伤之后，想要重新建立一个充满活力、信任和创造力的公民社会，那么这种被侵蚀了几个世纪的信任该如何重建？这种已经深植于文化和集体记忆中的伤痕，还有可能被彻底逆转吗？